哇，很难吃哦。哇，就少这3个就已经是世界末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MC2 Lifestyle 的 Emily。那今天呢，我现在身于夫妻档素食馆。有 follow 我们 MC2 Lifestyle YouTube channel 的朋友呢，都知道，距离我上一个影片有我的出现的呢，就是我在三大漏素食馆当1天的志工。那这1天的志工呢，是打盒饭送给前线医护人员。今天我在夫妻档，是因为我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夫妻档他们现在在做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案呢，就是他们每天会提供午餐跟晚餐的盒饭。那这盒饭是健康盒饭哦。可是我在想说，可以吗？不吃肉，身体不会缺乏一些营养吗？不过我听说了，每一个盒饭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团队，那就是有医生还有营养师在背后监督着每个盒饭的营养。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菜如何。走，老板，我来了。老板，这是什么？这个我们是做素汉堡包的无肉汉堡包。无肉汉堡包哎。终于，老板得空坐下来跟我们聊天了。我们现在先拆口罩吧。好，有一个距离就可以了哈。对，而且我们食物也准备完毕了，是吧？然后我们戴着口罩讲话应该很累。老板今天一口气准备了200多份的素食汉堡肉，好吃吗？好吃，棒，好吃。这整个计划21天的 Health Challenge， 它其实挑战些什么？挑战我咯。少油、少盐、少糖，哇，真的是这个很大的挑战。这样子食物出来就没有味道啊。就是这里咯。那么我们就尽量坚持用到最健康，所以我们就会用水果来搭配，来配合那个甜味。然后比如说我们煮咖喱哈，就会用香蕉。还有火龙果啊，或者是红枣啊等等这些东西。这几天我都有在这边帮忙，然后我发现每一个盒饭其实用料真的很足，因为我有试过有一些我们煮了，然后还有剩的才吃哦，剩的才吃 ，OK 。我们有剩的食材是不是就是我们就会试吃，超好吃的。我根本不觉得它是没有盐、没有糖、没有什么，它的味道其实真的很香，很好吃。那么从第1天、第2天呢，发现到很多参赛者他们不是素食者，他们为了健康或者是他们身体已经有一些毛病、有问题，他们来希望能够调回他们的身体哦。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习惯的。对。那么在想，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挨下去哦，他们是倒数。还有多天还要走，我们就从那边呢，每一天都会去调，食谱已经submit上去了哈，我们怎么调里面的当中的用的材料，不管是素食的或者是做荤的哈，那个厨房基本上有那6支东西，比如说麻油啊、蚝油啊、黑酱油啊，这几样东西就可以混在一起了，就可以出菜了。但是我们明白那6支东西哦，大很多数都是不健康，已经加工食品哦，那些 sauce 哦，so 连这些 sauce 都不可以用，不能用。它的 concept 就是讲 whole food plant-based diet， 你看得到它的形状，或者你吃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
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菜，那个你可以吃。看不到它形状，你不懂它是用什么原料的，就不要碰。举个例子，好像饼干，里面当中有淀粉啊，说不健康的。我们也是要吃卡波，也要吃淀粉，但是我们准备的是糙米饭糙米米粉啊等等，好像面啊、白米粉啊、白饭这些就不行，不能。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茹素吃到有些人讲年轻轻，越吃越胖？对，因为吃的好，但是吃不对。然后什么时间吃什么东西？举个例子有很多学员就是参赛者，他们会问医生，那么我可以喝果汁吗？医生怎么回答？果汁可以，但是就鼓励整个水果，比如说橙汁。如果你喝橙汁你可以一下子喝4粒 ，OK， 1杯嘛，对不对？就没问题。但是它的糖分超高，你就 over sweet， 虽然是天然的糖，那么如果你把整个橙吃下去你连它的 fiber 吃，所以你就会2粒，最多2粒你就会饱了。很多人 adopt 那个 fruit diet，只是吃水果不了。其实单单吃水果会有问题。我一个朋友，他吃了一段时间，好几年fruit 水果 diet，他去医院他去 check他有 liver fatty liver， 他很奇怪，他是吃素的。然后他吃 fruit diet， 他们选择性吃。什么叫选择性吃呢？如果我们吃那个豆，我们整个豆要吃到完，不要把那个豆某一 part 拿来吃。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吃那个大燕麦那个 oat， 要吃那个 whole oat 整个，很多市场外面有卖的，就是它 extract 某一个部分。OK， 因为 costing 的问题，或者是它卖高一点价格，所以变成你只是吃 certain part， 它不完整。在开始这整个计划之前，你需不需要去上课 ？On and off 他们会有一个Zoom meeting或者是有 orientation他们也做一些 slide 给我们多指导。当然，我们做配合的餐厅我们必须要很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在这一行大概有5-6年所以还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很知道怎么去煮、怎么去配料，知道它，但是不懂它的用处是在哪里。通过这一个的环节我们基本上很多餐都会配到这些材料，当中有医生带领的，有营养师，有 QC 等等，他们对我们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要出那个食谱，42餐，然后当中不能说有 repeat， 3天内不能 repeat， 5天内不可以 repeat 等等之类。然后出了那个菜单过后他们要来4次，每一餐要4次，吃了。有什么调再调，然后第2轮再4次，然后他们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来去看我们用的东西。他们的这一餐3菜1饭，他们是分成suku separuh，所以2个小格1个长格。对。那么第一个 suku 就是给 carbo， 我们需要 carbo 第2是 protein。蛋白质这个很重要，蛋白质。第3就是 fiber mineral 和 vitamins。那么蛋白质的是从哪里来？所有的豆类 ，legumes chia seed 所有的豆类。一些证据是说 chronic 的 disease， 比如说血压高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等等，能够做一个很大的改善。我看你这几天的饭盒其实真的很漂亮。颜色搭配方面很吸引人，我觉得这是不是每个人有的，这是额外的用心的。在这一方面，你遇到什么问题吗？生意来说成本成本肯定高，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一句话说，色香味俱全，没讲错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他们也不是吃素嘛，所以人的第一个眼光一开那个饭盒我很喜欢讲这句话的。我希望每个顾客吃的人吃我们食物的人一开好像开礼物这样，那心很期待。很多时候我们开了礼物之后我们有2个反应，第一个就是哇，第2个就是颜色很重要。对，因为很多对参赛者来说他们已经对食物的味道已经放弃了。提出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不会说起很大的期待既然说我们在味道那边不能够加分，希望在那个
眼观视觉看到是开的时候，哇，好有一点点加分，然后再嗅那些香味，那种好像我说cumin 啊 ，OK， 那些丁香啊等等这些味道哦，所以我每一餐基本上每一餐的饭是不一样颜色的。对，我有看到，然后每一餐的饭都有精心的布置，我觉得是布置，因为我看到我们每次就是打了饭过后，然后上面还有放，还会很细心的去想说这个盒饭好像少了一些色彩，然后我们厨房就即刻开工切可能黄瓜啊、cherry tomato 啊，还是怎样，再布置给它更美一些、美观一些。哦，觉得这个真的很用心。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投诉？刚刚开始有了，哇，很难吃哦，菜太老啊，菜太长啊，太硬啊，不够熟。为什么会不熟？因为我们习惯是用油去 stir fry 那个菜，对，油就很烧，它很快就熟。那么现在我没有用油啊，要拿去撒，所以变成呢又大份。我们是准备100份一个 lunch，100份一个 dinner。那么你看我们那个提出我们也是没有经验啊，一大锅就出100份，当中可能拉到不均匀啊，所以有些是不讲不熟啦，可能他们年纪比较大，比较难咬哈。那么我们就考虑这样子，现在变成了刚才问最终的考验是在哪里？每一个菜我要分4轮去煮，所以那个时间对一个生意一个餐厅也是一个金钱嘛，对 ，opportunity 嘛，对不对？所以变成了没办法，就用现在切菜哦，比如说一根菜哦，那个叶子和它的那个 stem 嘛，那个框，所以现在我们的框哦要分开，然后先煮那个框还要分3段2段，那么后面才煮它的叶子，它就会比较均匀。所以这些是当中每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正在学做中学，学中绝了这样子。很多是家人里面一个人产家，因为他们要付钱的嘛，那么说讲贵也不贵，但是长期这样也是一个压力。那么我们希望那个妈妈或者是那个爸爸吃了过后，他们看自己的改变，欢喜了，他们可以学煮。现在我突然间发现说，其实你们做这个 program， 它其实不只是带给人家一个更好的健康，不只是带给人家一个好看的食物或者是美味的食物，你还要 inspire 人家可以回家自己煮。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到这点，我真的很 surprise。然后真的我觉得如果在有生之年可以做人家的一个明灯，或者是 be inspired， 或者是 inspire 人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好像那个有一位医生说不是说要医他们的胃，其实最重要是那个思维，要怎么把我们的之前吃了几十年的那种贪吃贪味要去调过来。近期的10年20年来，我觉得我们身边是越来越多的processed food， 越来越多的快餐，所以人们渐渐的遗忘了，其实我们可以吃的很简单，然后大家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重，因为很多人可能要做生意，然后我们自己的口味也变了，所以当他们进行了这21天过后，可能他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吃，或者是原来我们是应该这样子吃，然后家里的小朋友看到说这就是食物，而不是可能所谓的那些薯条hot dog 你知道那些都是快餐加工食品。可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就只认得那些食物，你叫他去买菜，他不懂什么菜打什么菜，对不对？对，现在他们也不叫什么 processed food， 他们是叫 super processed food， 加倍了那种严重性真的，现在小孩子10个9个都爱吃薯条为什么每一天需要这么多志工？你是暗示我吗？他基本上都每一天都有来也吃不少我的工钱我吃了。坦白说，你问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够人手。
做餐厅也是怕不够人手。那么有这些朋友，他们来的时候，我会很放心我就可以专注在厨房煮，因为我们收的不是很高。我们尽量不是说为了要赚钱哦，坦白说这个是不敢想赚钱了。有没有的 cover 我还在那边抓头，那边付钱给 supply 我都吓一跳。其实我们尽量把我们的 cost 降低，可以把那些钱再给我们方便去找一些比较多元化的ingredients 啊。第二最重要是希望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多分享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心他做什么当中他都会学习的。我们有19、20、21岁，你好像是23岁是吗？18岁而已。28岁都有。那么我就跟他们说，因为他们还年轻，父母把他们送到来这里帮忙都是希望能够学习嘛。所以我讲，我们做人就是好像这些菜这样，我们切菜都是要分寸，做人也是要有大有小，分寸这样子。他觉得很好啊。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的习惯性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教育跟很多人分享。何况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21天健康挑战。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因为我们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很早煮了，然后要放进那个盒饭里面，然后再设计它了，再灌盖，可能那个食物就冷了。那我们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迟一点煮，比较靠近晚饭的时间，我们才开始煮。然后食物一热腾腾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你帮我，我帮你，这样子把那个盒饭搞定了。然后大家来领盒饭的时候，还是一个热腾腾的盒饭哦。少油、少盐、少糖。这样其实也是慳翻好多嘛，为什么 cost 会不够呢？因为当初他们问的时候对，我都觉得很好，有钱赚又用了那个原料又少了，其实是反义词。真的，举个例子放糖 brown sugar， 你就是这样一个动作2秒钟搞定了。现在我没有，我举个例子，我用那个红枣，不是红枣也是有了，库玛是那个枣那个马来人过年很多那个枣，第一它超贵，真的很贵，我们要每一粒切开，种子拿出来，拿去 blender， 变成又加水，才来煮。你看那个过程很吃时间，很吃力。所说嘛，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有营业，还有生意的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做下面的经济饭也有来感受变成很多人来吃，就会影响到。再来，比如说我们不能用这么多油好像那个天贝是说都是拿来炸。对。所以比如说我们100份一餐100份。整个切了放进锅里面烤，拿去炸，半个小时不到拿上来。现在不能了，只能可以把每一个的切开的天贝放在我们那个 air fryer， 说从半个小时的过程拖到整2-3个小时。所以这些很多参赛者他们不懂。这么简单，这么罢了嘛？而且 air fryer 很小个 air fryer， 哇，100份真的是，难怪你今天就是做 burger 就已经做了一整天。其实今天的 burger 是从1点钟开始，老板就在那边弄那个 burger 线，然后就开始烤到5点半。其实我想分享有一位参赛者他是男生，他本身也是一个素食者一来就是会以为自己吃得好，吃得对。他参加了第2天，就是说吃了4餐他瘦了2公斤。4餐罢了4餐瘦了2公斤，陆陆续续都是半公斤、2公斤半，有些是3公斤。第4天3公斤了，所以他们很开心。那么有些就想，怎么我没有得瘦的？我讲不一定是每个人会瘦，他调我们的身体不同的问题那一块。所以你看那位参赛者男生他吃素了，他还以为他 OK， 他看上去不胖，但是他还能够瘦。还有的就是
我们的用的材料哦，就是我们有做生意嘛，对不对？就会怕付了那个钱，买了那个原料哦，怕人家不懂，怕人家因为看不到的，它已经 blend 在里面。但是哦，慢慢的一天过一天呢，参赛者就有 feedback， 我知道你们用什么东西。哦，吃出来了。吃出来了讲，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样子东西来煮给我们吃。我们是用感恩心去吃你的食物。哇，听到这句话哦，给我们很大的肯定，很大的鼓励。所以对，说从当中我就明白到，做好事不需要去宣传，或者是怕人家不懂，啊，只是用心去做，人家发觉不到，就证明做的还不够好，不够到位。慢慢人家会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越煮越有那种兴趣，越煮越有那种那颗心。我会想到他们吃的过程，什么意思呢？肯定的，他们参赛者有些是他们自己要参加，有些是朋友影响等等。那么肯定的，很多家人也不认同，周末你要吃哪里够营养等等。那么当他们每一次吃哦，他的家人等住问怎么样？我都说的了，都讲你了，比如这些会跑出来的。所以我要做一些东西给他们呢，能够回答，不要给他们有那个遗憾，所以变成他们能够面对，或者是有一些正能量、正面的一些话题，跟他们的家人分享，这个很重要。那么这样他们就慢慢可以影响他们的家人从反对变成不管，从不管变成没意见，从没意见呢慢慢再来有兴趣，改天他本身就是一个 testimonial 嘛，那本身，因为家人也是会看着他的变化。如果变得不好，你看我都跟你说的呢，变得好的，他就起那个好奇心。所以我会想到这一块希望他们有一些东西能够交代给他们身边的人。很多人对这个吃素的这个概念，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说，第一不会觉得便宜，第二也不见得会健康，很多假鱼、假虾、假肉，所以这个真的是 whole food plant based 就是 real food。对，因为我们身体还有一个东西我想分享是说，我们身体的功能很奇怪的，所有的 original 东西real food 和 whole food plant based 的东西他们认得出的，他们会把这些食物会 digest。分解，然后吸收他们的 nutrition， 然后就慢慢就排出来。如果当中有一些加工的食物 process 的东西，他们认不出，他们不 recognize， 所以怎么办呢？他们会把那些东西就放在一边，就像我们放在我们家中的那个 store room， 长久了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油慢慢在 mutate。如果那些食物是很不健康了，就很危险，会变成一些不健康的细胞等等之类。所以这东西我们要懂。所以说，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们要用一点心去多了解自己的身体，不敢说跟到煮，最少要了解。其实夫妻档跟三大洛呢，每天都有斋饭吃的，都有炸一个杂饭，是不是？然后我们每一天呢，这两个餐厅每一天都有50分，3样菜3块钱。OK， 这个是因为呢，我们有人结缘，有其他的善心人士结缘跟这2间餐厅，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或是你自己是需要这份帮助的，去度过这个 pandemic 所带来的后遗症的话呢，你可以告诉他们，夫妻档是在孟加拉拉一带，然后三大洛呢是在Uptown 一带的，你们Damansara Uptown， 你们都可以在 Waze 或者是 Google 找到他们的地址，然后平时的话呢，都是5块钱3样菜，所以如果有经济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拿3块钱3样菜的。他们很多以为说很贵的地方，周末还有5块钱的，说感动就是我两边素食馆都有顾客的回应，是说谢谢你们，这段时间我们很辛苦，所以我就讲句，这个时候是人人照顾，大家照顾大家，每个人都有故事的过程的。我们希望也是我们要做一个有故事的团体，所以我们的口头禅就是人人有饭吃，吃得饱也吃得暖。记得留意我们下一集影片，拜拜。拜。